节目的一开始，我想先说，这应该是近3年来我个人最喜欢的 Pixel 手机了。为什么这么说？我细细说给你听。久等了，各位的敲碗我们都有听到，大家快把碗敲破了 Pixel 8系列评测，这不就来了吗？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今年的 Pixel 8重点全部都围绕在2个字母，那就是 AI。其实我自己是还蛮乐见其成的，原因很简单 ，Google 这几年为了 AI， 为了打造自己的 TPU 处理器，所以把 Google Tensor 处理器做好，就成为了 Team Pixel 不得不做的选项。但前2代的 Tensor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受限于 Tensor 采用的都不是新世代的 SoC 架构，所以在传统 CPU、GPU 效能表现上都不算亮眼，甚至与主流处理器有一段不小的差距。而这还只是小事。我们在前2代 Tensor 的评测中不止一次提到 ，Google 自研 Tensor 处理器非常 make sense， 原因是唯有打造自己的处理器，才能让 Pixel 完全为 AI 而生。但反过来说，在换上 Tensor 的 Pixel 6、Pixel 7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颠覆性的 AI 应用，就算有，美国区以外的用户也都用不太到，这也让 Tensor 的必要性成为历代的热门话题。而今年的 Pixel 8就像是 Google 沉积3年所交出的答卷，一口气端出了10种以上的大小 AI 功能。但好玩的地方来了，大部分的 AI 功能 Google 居然放弃了离线运算，回到了需要云端计算的 AI 应用。这也让我们非常好奇，究竟 Google 对 Tensor 的未来到底怎么规划？大家怎么看呢？好啦，扯远了，究竟今年 Team Pixel 又端出了什么好料 ？Pixel 8除了 AI 加持之外，如果只是当成一只手机来看，究竟表现如何？邦尼团队也把 Pixel 8系列的评测心得跟你传了7个你必须知道的重点，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第一个重点，我们就直接来聊 AI。Google 今年在 Pixel 8系列上，除了加上了一堆新的 AI 功能，历代累积下来的 AI 应用也多少有些进化。林总加起来，在我手上的 Pixel 8 Pro 已经拥有了10种以上的 AI 功能。不过扣掉台湾区中文无法使用的 AI， 我就挑选了我自己觉得很强、比较实用的5个 AI 应用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算是这次的大亮点。Google 叫做魔术修图，不过这个功能的使用上有门槛，就是照片需要备份到 Google 相簿，并且手机要网络连线。条件达成后，只要按一下这颗彩色的魔术按钮，就可以施展魔法啦。魔术修图总共有2种玩法，先说第一种，如果你的相片中有明确主体，那你可以这样玩，像是这张照片有2只熊猫，我就可以把其中一只圈起来，然后调整位置，改变大小，按下确认，系统就会产生出几种结果。其实都还蛮自然的，又或者是我现在这边有一张鹦鹉的照片，我把它圈起来，按清除，你要它整只不见也 OK。又或者是你在某个景点拍照，你可以先把旁边的路人选起来消掉，接着你觉得你的人太小了，你就把自己圈起来放大。这个魔术修图真的是好评，真的好用啊！尤其是在景点请人帮你拍照，就算不满意也还有机会补救。魔术修图的第2种玩法就是纯粹的风景照，也可以玩魔术修图。风景照你不用选主体 ，AI 会根据你的照片自动跳出你可以在哪边施展魔法。例如，这是一张有船在海上的照片，那可以换的东西就有天空、时间、水体，甚至可以将整张照片风格化。天空很简单，把天空从阴天换成圣光，或是暴风以前的宁静等等。如果不满意，还可以再产生更多结果。所以就算是同一张照片，每次 AI 产出给你的结果也不同，有喜欢的就可以先存下来。黄金时分则是可以将照片转换成日落，水体则是可以换海面的状态和风格。而这个风格化很有趣哦，可以根据现实的照片让 AI 重新绘制出艺术的版本，蛮好玩的。第2个 AI 功能，我觉得是这次最强，而且是强到市场上没太多对手的功能，叫做魔术降噪。简单说，就是把录影时的背景噪音消掉啊。例如，我现在在录 Vlog 的时候，旁边刚好有人在唱歌，刚好旁边还有瀑布的声音，那你
就会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好，现在有瀑布声了。那2个叠加在一起，就会造成我讲话的声音非常的不清楚。魔术降噪最酷的地方，就是可以非常好的分离我的人声，把噪音给消掉。但这真的不是重点，很多降噪软体都可以做到一样的效果。它强的地方是，它可以把不同背景的噪音给分离出来。例如，你看下面有分成音乐、自然、杂音，还有你的声音这几个选项。然后重点来了，你可以根据需求去拉这些声音的组成比例。所以我们现在把音乐的选项拉到最低。现在听看看效果如何，是不是大部分唱歌的声音都消失了？好，再来，我们把自然这个选项也拉到最低。现在来听看看，是不是背景的瀑布声也不见了？好，到目前为止，魔术降噪后的人声，即使是像现在这样子，背景噪音全拉掉的状况下，听起来都还算相当的自然。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真正的地狱测试——婴儿哭声。好，你现在听到的是背景有瀑布声，有人唱歌以外呢，还有可爱的小婴儿爆哭的场景。现在我们把所有的音乐、自然跟噪音全部拉掉。好，现在大家可以仔细听看看。看来这个哭声真的是消不掉了啊！但是，当我把噪音全部都拉回来，看来 Pixel 也是相当尽力了。第3 ，Google 叫做完美合照，但更直接的说，就是 AI 换脸的功能。你可以在拍完照之后，把人脸替换成你喜欢的那一张。例如，在合照的时候，就可以找到每个人的完美表情。而要使用这个功能非常简单，你们在拍团体照的时候，多按几张照片就 OK。之后在 Google 项目中就可以达成换脸的功能。要记住，要多按几张哦，如果你只拍1张是换不了的。第4，我想花小篇幅提到 Google 相簿里面的 AI 修图其实也蛮强的。如果你喜欢一些入场风格化很强的 AI 照片，或是三星很著名的实物模式等等，你就可以直接透过 Google 相簿编辑，然后选择动态这个选项，你就会得到一张 HDR 拉满、饱和度高、对比明确的照片。简单说就是可以直接上传 IG、脸书，简单好看的社群照。这边也放几组对比让大家参考，像是熊猫、食物、鲜艳的鹦鹉、风景等等。另外，我也很喜欢相机里的长时间曝光来拍一些水流，像是我们到新加坡樟宜机场拍的照片，一般相机拍下来就像是很久的瞬间，也就是定在水流下的那一刻。而长时间曝光就是可以让水流有流起来的感觉。这个模式拿来拍水流、光轨都很好用。第5叫做 AI 桌布，你可以先选你喜欢的主题，然后 Google 有给你几个关键字可以选，接着系统就会根据你的叙述产生桌布。例如我选材质为蓝宝石的蓝色和靛蓝色色调超现实建筑物，那 AI 就会开始产生。哇，风格都蛮不同的。而且它是不是有根据桌布的需求，把下半部保留素色，让你放在桌面比较好阅读啊？如果不喜欢，也可以重新产生，或是选这个给我灵感，让 AI 自动选择组合。可惜的是，目前没有开放自定输入，所以请把你们特别的想法暂时收起来。但我觉得未来总有开放的一天啦。好啦 ，AI 功能大致上目前比较实用好玩的就是以上5个。另外 ，Google 其实还有一个 Video Booster 的功能，我非常期待。前面提到魔术降噪就是单纯修正声音，而 Video Booster 就是可以修正整个影片的画面了。在录影上搭配 AI 的表现究竟如何，还是非常令人期待。Google 预计是年底会释出更新，到时候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好，说完了 AI， 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回归重点 ，Pixel 8在手机功能上的表现如何？我们还是先从外观看起，外观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就讲重点。今年的 Pixel 8系列维持大小2个版本，分别是 6.2 寸的 Pixel 8以及 6.7 寸的 Pixel 8 Pro。在外观上，我整理成3大重点。第一，2只都回归了平面萤幕设计，但在萤幕边缘还是有做 2.5D 的边缘处理，所以即使是蛮大只的 Pixel 8 Pro， 手感也还 OK。第二 ，Pixel 8这边 Google 其实还施了点小魔法。Pixel 8不止尺寸比 Pixel 7以及 7A 更小，重量还比 Pixel 7轻了10克之外，电池容量还不减反增，从 Pixel 7的4355毫安时增加到了今年的4575毫安时，并且我蛮喜欢今年再次缩小的尺寸，宽度只有70.8 mm，
回到那个黄金7公分可以单手操作的区间，所以 Pixel 8的宽度其实跟 Pixel 5是差不多的。喜欢小手机的朋友，别忘了今年还有 Pixel 8哦。最后一个小重点，无论是 Pixel 8还是8 Pro， 今年两者的边框都算细，这边放一组对比让大家参考。而在机身配置上 ，Pixel 8系列的电源键位置跟 Pixel 7一样有往下修正，但顺序跟大多数品牌电源键在下、音量键在上的逻辑完全相反。Pixel 的电源键是放在上面的，如果是从其他品牌过来的朋友，会需要一些时间适应，因为虽然已经有下移，但还是不如电源键放在下面的设计好按。配置上 ，Pixel 8系列同样维持了单实体 SIM 卡加eSIM 双卡的设计，同样是环保盒装，随附线材但没有充电器。并且两款机器都支援了 IP68 防尘防水，算是老传统了。震动上，两款都搭载线性马达，清脆利落，预设的震动强度适中，手感也 OK。接着，我相信来看邦尼评测的朋友，应该都在等我们 Pixel 8的效能实测吧？没问题，我们就完整来测。今年的 Pixel 8两款搭载的都是采用三星4奈米制程的 Tensor G3。Pixel 8搭载的是 LPDDR5X 8GB 的 RAM， 而8 Pro 则是搭载 LPDDR5X 12GB 的 RAM。储存空间都是只有128或是256两个版本可以选，并且都是 UFS 3.1 的 ROM。感觉 Google 下一代可以考虑加入512的大容量版本选择，并且也该更新到 UFS 4.0 了。好，那我们就先来看 CPU 效能。今年的 Tensor G3 其实大改 CPU 架构啊，从上一代的2+2+4，也就是2个 X1 超大核、2个 A78 大核加上4个 A55 小核组成8核心设计，直接改成了1+4+4，总共9核心的 CPU 架构，用上了1个 X3 超大核、4个 A715 大核以及4个 A510 小核。其实看架构的话 ，Tensor G3 的堆料是够的。不过，如果你细看的话 ，Google 在核心频率上保守到不能再保守。X3 超大核只有3 GHz， 大核 A715 更是只有 2.45 GHz。对比一下隔壁棚热腾腾的 A Gen 3，大核都已经拉破3 GHz 来看 ，Google Tensor G3 应该就是为了控制功耗，直接在频率上大砍一刀。简单看完了架构，我们就开测重点吧。先来测 Geekbench 5。Tensor G3 拿下单核1260分，多核3629分，这个表现只能说真的有点出乎意料啊！相较起上一代的 Tensor G2， 单核提升 18.7%， 多核则提升大约 9%， 整体呢略高于 A Gen 1， 不过落后于 A Gen 2， 甚至 A Plus Gen 1不少，感觉没有完全发挥这次核心上的堆料。而在 GPU 表现上，我们来测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Tensor G3 拿下2415分，这个表现相较起 G2 提升 30%。不过，这个仍然略低于 A Gen 1， 更别说 GPU 之王 A Gen 2了。所以，重点还是来看实战表现喽。这次我们所有测试都尽可能控制在26度上下。首先是 PUBGM， 在 HDR 极限帧率30分钟左右的游玩下 ，Pixel 8和8 Pro 都还算轻松无压力，维持一贯的跑满水准，达到平均59帧。温度呢也非常冷静 ，Pixel 8最高温不超过35度。8 Pro 呢稍微热一点，但也不超过39度，温度控制非常 OK， 并且我们来看功耗也在正常范围，大约落在主流表现的3瓦左右，所以在中负载下 Tensor G3 完全 OK， 表现就是主流水准，并不算差。接着我们来测负载更重的原神须弥 ，Google 的调教就真的非常保守了，在连续30分钟的游玩下，两者都只有平均30多帧的表现。但相对的，如此保守的调教 ，Pixel 8两只正反两面的温度控制也很 OK， 都只有40度左右，平均功耗也都只有4点多瓦。但毕竟没有跑满嘛，所以功耗的参考价值并不高。而如果看到 GPU loading 更重的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 20轮的压力测试，调教是真的保守，两只都只有60%的稳定性。不过可喜可贺的是，我们也实测了 4K 60 1个小时的连续录影测试。先说结论 ，Pixel 8两只目前都没有过热强制关闭的问题。但是如果详细来看的话 ，Google 其实有做降震的动作。从我们热成像的画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测了 Pixel 7 Pro、8以及8 Pro 3只手机，3只的起始温度都是27度左右。接着就开始 4K 60的连续录影，3只手机开始快速升温。到20分钟的时候 ，Pixel 7 Pro 最先跳出过热警示。这时候7 Pro 的表面最高温大约来到39度左右，这有点意外啊！7 Pro 居然比8还快过热。
不过 Google 跳出过热后，并不会强制关闭相机，而是将录影的帧数无法保持 4K 60，所以在帧数被限制后，也就可以看到 Pixel 7 Pro 的温度开始回稳降低了。而在7 Pro 过热3分钟之后，也就是第23分钟的时候 ，Pixel 8也接着跳出过热警示，机身最高温也是落在39度左右。而 Pixel 8 Pro 呢，温控表现就真的不错了，一直到测试快要结束，到连续录影54分钟之后才跳出过热警示，机器也是39、40度左右。所以通常来说 ，Pixel 8系列的录影温控是比7系列更好的。8 Pro 甚至从7 Pro 20分钟的过热延长到54分，对爱录影的朋友来说，的确是个好消息啊。不过机身现在在39、40度左右，在夏天录影上应该是比较容易碰到天花板的，尤其以台湾夏天来说啊。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 Google 对 Tensor 的调教取向，从 Tensor 第1代更新之后就大致底定，就是至少要冷静。而 Tensor G2 就真的算是真的冷静的第1代。G3 呢，在峰值效能上虽然提升了不少，但依旧是冷静为先。所以话说回来，这次 Tensor 在 CPU 的核心架构其实 OK， 但频率保守，应该与制程有正相关。但我个人最好奇的还是 Google 对 Tensor 未来的想法。目前 G2 和 G3 真的都有些过于保守，因为即使是三星制成的 A Gen 1都没有这么保守，加上过往就算是三星自家的 Exynos， 在堆料上也没有 Tensor 如此保守啊。所以感觉目前 Tensor 的效能进化应该跟 Google 预期的节点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说回来 ，Tensor G3 至少是有一定水准的 SoC， 加上 Google 对原生系统的魔改调教，体验依旧流畅，不会翻车就是了。而在续航力部分 ，Pixel 8两台分别搭载4575毫安时以及5050毫安时的电池，以机身尺寸来看，电池都算塞满了。实测 Pixel 8在帮你续航测试中，120Hz 模式拿下10小时24分，而8 Pro 这边 Google 在系统内给了2种解析度选项，一个是略低于 1080P 的 1080P， 另一个就是接近 2K。依照 1.5K 的逻辑 ，1344P 大概是 1.9K 两个选项。若是这个 1.9K 的模式，续航拿下10小时36分，而 1080P 就是拿下11小时57分，接近12小时。以这个表现来说，对比 A Gen 2机器虽然不算特别亮眼，但略优于骁龙天玑972 Plus 的旗舰。所以说重点 ，Pixel 8和8 Pro 在120Hz 之下都足够日常使用1天1充，而8 Pro 如果选 1080P 这个模式，那就一定足够1天1充了。而在充电速度表现还是老样子，先说 Pixel 8 30分钟充44%， 1小时83%，完整充满1小时48分，而8 Pro 则是30分钟36%。1小时68%，完整充满1小时47分，感觉 Google 下一代可以开始把心力放一些在充电上了。这个结果也比三星、苹果、索尼慢了15到40分钟左右。生物安全辨识上，两台都采用光学萤幕下指纹辨识，辨识虽然没有特别快，但辨识率 OK， 没太大问题。脸部辨识也算快，并且脸部辨识是支援支付级别的安全性的。接着我们就直接进到萤幕表现。这次 Pixel 8采用了一块 6.2 寸20:9萤幕比例的 Full HD Plus 120Hz OLED 萤幕。没错，今年小只的也升级到了 120Hz。而8 Pro 这边则是采用 6.7 寸接近 1440P 2K 解析度的 OLED 萤幕。这块萤幕就支援1到 120Hz 的动态更新率调节，这是两块萤幕差异最大的地方。还有一个小差异，8采用的是康宁 Victus， 而8 Pro 就是 Victus 2。并且 Google 今年感觉对这两块萤幕非常有自信，还帮他们换上了新的名字，小的叫做 Extra Display， 大的叫做 Super Extra Display。那我们就详细来测。关于大家关心的 PWM， 我们这边也透过仪器实际测量，大约是240Hz 的 PWM。那照惯例来测一下萤幕的数据表现。首先来测基本的萤幕亮度。经过我们实测 ，Pixel 8在强光全白亮度下可以轻松突破1500尼特。在强光10%左右显示面积下，更有着突破1800尼特的表现。在 HDR 下，更是来到突破2000尼特，这个亮度表现已经超顶了。但别急，8 Pro 还更强。在强光下的全白萤幕亮度轻松突破1600尼特。作为参考，15 Pro Max 在这个项目中大约是1000尼特。更猛的是，8 Pro 在10%显示面积下，更是可以达到2300尼特的峰值。HDR 下更是可以冲破2400尼特。用一句话来说，这就是目前顶级萤幕亮度的第一梯队。接着来看色域色准，我们同样拿出这套总价1万美金的仪器和软体出来测量。
Pixel 总共提供了自然和自动调整2档选择，两档都是走色准取向 ，CCT 落在6500K， 自然模式对应的是99%的 sRGB， 而自动调整稍微可惜，并没有川纳迪塞 P3 色域覆盖，两台都落在84%左右的 P3 色域覆盖，感觉这块萤幕应该要是可以撑满的。不过最后我们看到色准，两台的2种模式色准都非常强 ，Pixel 82个模式 Delta E 都达到小于2的表现，只有 1.1、1.3， 而8 Pro 的色准就是顶级表现，自然模式 Delta E 只有 0.7， 自动调整的 Delta E 更是只有 0.57， 都够顶啊！我真的觉得可惜的就是 Google 没有撑满 P3， 即使在 HDR P3 下的色域覆盖也差不多，要不然就接近完美了，感觉未来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另外，这块萤幕也支援 Ultra HDR 的照片格式 ，Pixel 8系列拍摄出来的照片就支援 Ultra HDR， 所以现在在 Google 相簿里面就可以看到呈现亮度资讯的照片，类似 iPhone 相簿中的 HDR 照片，并且这个标准是 Android 14当中的一大亮点，所以预期会有越来越多品牌加入类似的标准和功能。而在外放上，这2台都采用双喇叭设计，对比实测会在片尾提供给大家参考。最后来聊相机 ，Pixel 8和8 Pro 都采用 1.31寸5000万画素主镜头。接下来差异开始 ，Pixel 8采用的是1200万画素超广角镜头，而8 Pro 则是4800万画素超广角。但有诚意的是，两台的超广角都有自动对焦功能，所以都可以支援微距拍摄。最后就是 Pro 独占了4800万画素5倍光学变焦镜头，并且因为这颗长焦拥有4800万画素，所以在光线冲突之下，细节表现是非常强的。这边提供一组25倍样张就很清楚了，可以看到8 Pro 的长焦在4800万之下，船尾的文字是明显比只有1200万的15 Pro Max 清晰不少。15 Pro Max 这边，苹果其实已经很努力在算了，但因为本来就看不清楚，算完这些文字也完全看不出来到底在写什么，无法阅读。而 S23 Ultra 和 Pixel 8 Pro 则都在可以阅读的范围，甚至在25倍下 ，Pixel 8 Pro 的这组5倍有着可以与10倍望远之王 S23 Ultra 一拼的表现。加上 Pixel 倾向不锐化，看起来相当自然。不过在色彩还原上，还是三星和苹果略胜一筹。Pixel 8 Pro 的长焦即使变焦到25倍，在5000万模式下，系统也会自动算出一张5000万画素的照片。这边顺便聊一下，最近有许多谣传，三星可能会放弃10倍长焦，改成用大底高画素的5倍。我觉得也不是空穴来风，原因是虽然从10倍变成5倍，但因为底变大，又采用高画素方案，再搭配上三星在望远上的鬼神演算法，或许日拍最终结果差不多。但是因为底变大了嘛，在夜拍长焦上应该会获得不小的提升。毕竟目前三星10倍在夜拍中底的确是有些过小。不过关于 Pixel 8 Pro 的望远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没有手动开5000万画素，而是在预设的1200万画素中，那结果就会完全翻盘。来看1200万的25倍样张，不意外的 S23 Ultra 是3者中最好，接着是15 Pro Max， 而 Pixel 8 Pro 这边就失去了5000万画素的细节加成，差异颇大。感觉 Google 可以提供一个更智慧的选项，而或是1200万在光线好的情况下，就直接用4800万超彩，而非需要手动切换才能获得最佳细节。接下来，近期刚好去了 OPPO 在新加坡的发表会，我们有一集独立的 OPPO 折叠评测，大家稍后可以去看看。总之，随手拍了很多样张，一下就提供大量的日夜拍样张让大家参考啦。
整体来说 ，Pixel 的相机就是很好拍，相机还是 Pixel 非常令人放心的表现。基本上出来的照片都在水准之上，并且这次 Pro 独占的5000画素模式，的确可以炸出更多画面细节。唯一一个我想特别提出来说的，就是这一代的人像模式似乎有点 bug， 还有一段最佳化空间。像是这组样张，可以看到 Pixel 8在手的位置，8 Pro 就是在手表的位置都有模糊失误的痕迹，并且我们有重拍了几张，人和相机都没有大幅移动的情况下，还是存在失误。最后，我想小抱怨一下 ，Pixel 8这代大改相机界面，让快门整个上移，而这样的移动其实有蛮多问题的。一来是靠上的按钮设计不利于单手操作，二来是按钮真的有些过于靠上，你在忙操作的时候会常常按不到快门。重点是按不到就算了，你还会常常按到下面这个相片按钮。最致命的是，你按到相片的时候，居然还有震动啊！这几天真的很常忙操作按到相片，根本没按到快门。回过头才发现，刚才根本没拍到。而且我们问了身边几个创作者，大家都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感觉往上移也不是不行，但至少把相片的震动拿掉，可以大大解决没按到快门的问题。整体来说，还有最佳化的空间啦。而在录影部分，两支都是 4K 60的录影规格，我就不废话，以下提供 4K 样片让大家参考。好了，节目来到了尾声。我觉得 Google Pixel 从 Pixel 6开始，甚至连带 Pixel 5都迎来了一次巨大的改变。作为一个从 Pixel 第一代就上手的 Google 老用户来说 ，Pixel 6之后 ，Google 少了很多任性的决定，整体更加考量大局、市场导向，并且为了打造符合大家期待的旗舰手机，反而少了过往 Pixel 充满创新、改变巨大，也算是 Pixel 独有的新鲜感。毕竟在国际市场上，要对抗像是苹果、三星这两家经验丰富、决策精准的两大巨头，那个叛逆的 Pixel 也不得不成熟起来。而我个人真的蛮喜欢 Pixel 8系列的，在硬体上它真的没有太多亮点，全部的惊奇都是靠 Google 的黑魔法完成的。没错，这不才是我们熟悉的 Pixel 吗？还记得黑魔法这个词，就是我们在 Pixel 3第一次冠上的。真的很喜欢当年那个叛逆的 Pixel， 还有当年的 Pixel 相机之父，从来不谈规格，就是只谈结果，只谈体验。而 Pixel 8终于有一点点熟悉的感觉，尤其是在 Pro 上面推出了一系列 AI 功能，真的有一种我们要的那个古信哥哥回来了，终于踩稳自己的脚步，搞懂用户要什么。最后，我还是觉得 Google 必须要认真来思考一下 ，Tensor 对你们来说到底想做什么，想达成什么。好啦，本节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数据实测节目，现在就订阅邦尼支持我们，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当然，也欢迎透过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或是加入频道会员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邦尼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我是栗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